你有沒有這種感覺？工作呢沒有被這個 AI 搶走，但是工作量呢是越來越重了。一個人呢要做以前好幾個人要做的工作。現在很多公司呢真的就是这樣了。有了這個 AI 之後呢，老闆就不用再去雇那麼多的人了。而且以前的 AI 呢，只是幫你去想怎麼做，最後還是得你自己去動手把它完成才行。但是現在呢就不太一樣了 ，AI 已經開始就是自己去做事情了。那這個問題呢也就來了，既然 AI 呢已經能做很多的工作了，那為什麼就是我們到現在好像還沒有看到什麼大規模的裁員潮？那中間就到底卡在了哪裡呢？那我們又應該怎麼樣去準備呢？不過最近呢就把這種能力直接做進了 Chrome 瀏覽器了，叫做 Auto Browse 自動瀏覽。背後呢就是那個 Gemini 3.5的 Flash 的 Compute Use 這個功能嘛。你跟他講就是幫我訂一個晚餐，他真的就會進到這個外送的 APP 裡面，然後一步一步的幫你這樣去操作。最後呢就停在这個確認付款的這個地方，就等待你自己去確認就好了。目前呢只開放給這個美國的 Gemini 的付費的訂閱用戶，還沒有全面上線。當然會做這些事情的其實也不只是 Google Gemini 了。ChatGPT 呢是可以填表的，也可以訂票。Cloud 呢也可以操作你電腦裡面的就是其他的應用程式。還有那個就是 Open Cloud 了，就是大家最近在養的那個龍蝦嘛。你在那個 WhatsApp 裡面下一個指令，它也會自己就去把這些事情都給你做完了。郵件處理也是一樣的，現在很多的 AI 呢都可以幫你去分析過去一段時間的郵件，然後呢需要你回復的信呢，它就把這個草稿呢都已經給你寫好了，你一改就可以直接發了。行程的規劃呀，包括一些什麼採購啊、購物啊這些跨 APP 的操作呀，現在其實這些 AI 也都是能做了。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放回一般的日常的工作裡面看呢，那助理在做的那些郵件的整理，行政在做的那些採購的確認，還有就是業務和 PM 在做的行程規劃，那這些大量重複性的工作呀，今天其實已經完全交給這個 AI 直接去做了。而且你別忘了，這個 AI 呢比你雇一個員工要更便宜嘛，而且它還不會請假，也不用休息，一天24個小時都能夠不停的在那邊工作。單純的看這個成本的話呢，那老闆肯定當然会想去用這個 AI， 對吧？但是為什麼就是這個大規模的裁員潮到目前為止還並沒有發生呢？其實原因呢就只有一個，就是這個 AI 一旦犯了錯，到底誰來負責的問題。員工如果把這個合約填錯了，或者是發錯什麼信了，刪錯了什麼檔案了，那公司就知道要找誰去負責嘛，對吧？但是這個 AI 一旦做錯了呢，像是 Gemini 呀、ChatGPT 呀，還有 Cloud， 它這個服務條款呀都寫的是很清楚的，一旦出了問題，責任是在使用的用戶這邊的，那 AI 犯了錯，最後承擔責任的卻是老闆。2026年的4月份呀 ，Pocket OS 就讓這個 AI 幫忙處理一個普通的技術性的問題。AI 用的是 Cursor 加上 Cloud 當時的 Opus 4.6 了，結果呢，它翻到了一組不該碰的這個系統的金鑰，然後在9秒鐘之內就把這個資料庫呢和整個的備份呀就都給刪除了，然後租車公司的客戶來取車，訂單已經就查不出來了。後來這個 AI 它自己也承認了，它是用猜的來判斷這個指令是安全的，但是公司其實明明寫死就告訴他你不准用猜的，但是他還是就是猜了。那更麻煩的呀，就是每一方都說這個是別人的責任，但是卻沒有任何一方呢願意說，這個損失呢由我來賠。那這個呢就是現在這個 AI 產業呀最現實的一個問題了。AI 一旦出了錯誤的話呢，是沒有人去負責賠償的。所以不管 AI 多便宜，那能做多少的事情，只要最後還是這個老闆來買單的話呢，那老闆就肯定不敢把這個最重要的工作然後交給 AI 去做嘛。那這個呢才是這個大規模的裁員呀還沒有發生的真正的原因。AI 的能力呀其實已經跑在了最前面了，但是責任呀，還有什麼法律呀、保險呀、公司的風險控制呀，這些呢全部呀都還沒有跟上。不過這裡呢也要就是踩一下剎車， AI 有能力接手工作就不代表每一次的裁員呀都是 AI 直接取代的人。Meta 在2026年的5月份就裁員了大概8000人嘛，已經佔到公司大概1成的就是員工了。那官方的說法呢，就是這個資源呀轉去 AI 了。那今年 AI 資本的支出呢，已經上看到1150億美元了。但我個人的猜測呢，就是有些公司吧，它本來就已經人有點太多了，然後效率呢也不是太高，只是用 AI 提高效率這個解釋呢，當成一個借口呢，把那些原本就想裁掉的人給他裁掉。
那投資人呢就會比較接受這種說法嘛。那當然這個是我自己的觀察了，不能證明每一家公司都是這樣算的了。我們再看一下就是整個世界吧，幾個地方的就是整體的職缺吧。美國5月份這邊的這個職缺的數據啊是2年內的新高，然後在餐飲呀，還有就是住宿啊這些服務性的行業啊，真的呀，其實這個職缺呢是有在增加的。真正職缺有明顯收縮減少的，就是入門的工程師。現在這個美國這邊的入門工程師的職缺呀，已經是這2年已經掉了快30%了。但是那些資深的系統設計工程師，其實呢就是這個薪水呢還是在漲的。因為一個資深的工程師帶着一個 AI 的團隊啊，就可以做以前好幾個人做的工作了。那台灣呢，就是另一個方向了。台積電今年在台灣呢，計劃就是招募大概8000人，然後 ASML 呢也要招大概600多人。那整條這個 AI 的這個供應鏈這塊啊，現在都是在搶人的。所以你看這個矽谷這邊呢，一邊呢是在裁員，但是工廠啊，還有什麼就是服務業呀，還有 AI 的整個的供應鏈呢，另一邊呢還在不斷的就是招人。那目前看到的不是一個全面的失業了，是这個工作的機會啊，就是要給它重新大洗牌了。那重複性比較高的可以標準化的工作呢，那風險呢肯定也是最高的。那需要人到現場，然後做出判斷，並且需要最終承擔責任和結果的那些工作呢，那現在啊目前看起來還是缺人的。責任歸屬的問題，未來有沒有可能解決呢？我認為呢，其實是有可能的。那我們就先看一個就是很接近的例子吧，比如說這個自動駕駛汽車這一塊了，像是 Tesla 呀，還有就是 Waymo 嘛，這個技術呢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年了，路上也真的是有一些車在那邊跑了。但是大部分的人為什麼還是不敢就是完全放手呢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吧，就是一旦出了事故的話，那最後是誰來負這個責任呢？那到現在呢，就是還沒有完全講清楚。汽車公司呢肯定是不願意賠的，那保險公司這邊呢也是不願意賠的。那車主當然就不敢就是把這個方向盤完全交出去了。AI 代理人這塊呢，其實現在也是一樣的，這個能力呢其實已經夠用了，但是責任這一塊還沒有跟上。那到底什麼時候這個 AI 大規模的取代人類的工作呢？那接下來呢，就是要看這2個最重要的信號了。第一個就是有沒有一些什麼保險公司呀，開始有替這個 AI 錯誤擔保的這個服務。你比如說讓這個 AI 幫你做工作吧，最後出了問題，你買了這個保險公司的保險，然後保險公司呢就願意做出賠償，那老闆呢最大的顧慮啊就會少很多嘛。因為最壞的情況一旦發生的話呢，這個損失不會由老闆全部來承擔，保險公司會分擔一部分嘛。第二個呢，就是現有的這些 AI 的公司吧，有沒有開始就是替自己的產品來負責？那現在出了問題，這個責任都是在使用的用戶這一塊嘛。那如果有一天的話，比如說 Gemini 呀、ChatGPT 或者 Cloud，他就願意說，哎，你如果用我們的 AI 造成的損失，只要你是符合規則的話呢，我們來賠。那如果是這件事情發生的話，整個市場這個邏輯啊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以前老闆問的就是 AI 會不會出錯，到了那個時候呢，他問的呀就會變成 AI 出了錯以後呢，這個成本到底能不能控制得住了？那這2個信號只要有一個出現的話呢，那真正的改變呀很有可能就會馬上開始了。而第一批被取代的那些工作吧，很可能呢就是那些就算 AI 出了錯誤，但是損失呢也不是太大的工作，那這個老闆還能夠承受起的那些工作，那這些工作呢可能是第一批被取代的。那講到這裡呢，我就想到了一個故事，就是森林裡面，然後一個老虎呢就追過來了。這時候呢有2個人嘛就在拼命的跑，那其中一個人呢就突然停下來開始繫鞋帶了。那另一个人就說，你為什麼要繫鞋帶？你再繫鞋帶也不可能比這個老虎跑得快啊，對吧？然後呢，這個人呢就不慌不忙的就說，哎呀，我不用比這個老虎跑得快，我只要比你跑得快就夠了。黃仁勳呢曾經也說過 ，AI 不太可能會直接取代你，但是比你更會用 AI 的人呢是有可能會取代你的。所以我們其實不用想着怎麼打敗這個 AI， 你也不用現在馬上就轉行什麼的，但是你就需要先知道一下 AI 其實已經能做什麼了，然後哪些呢是現在還不能做的。那你更早的就是學會怎麼樣用這個 AI， 然後把重複性的工作交給 AI， 或者呢就是把你自己的工作一部分讓這個 AI 來做，然後你就把你自己的時間呢留給判斷呀，還有就是溝通啊，最後還有就是最後的負責任這些。我做彼得森這個頻道呀，除了我們測試一些3C 產品之外呢，也是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就是用大家能聽得懂的方式，告訴你我們現在的科技已經走到了哪一步了，然後讓你自己來判斷，就是這個 AI 啊，到底會不會直接影響到你。那如果今天這支影片你覺得對你有幫助的話呢，那就趕快啊把你的點讚和訂閱呢都交出來吧。
謝謝大家來捧場，以後呢，我們也就可能会更多的谈論一些这方面的话题。好了，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了。